最近换了 Mac Mini M4，此前也发布了2篇关于它的相关视频，讲述了在 M4 Mac Mini 中用 Docker 创建影视库 Jellyfin、NAS 体验如何，把它当作旁路由等等。它的性能强，体积小，满足了我绝大部分的需求，尤其是办公和日常使用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存储。作为一名数码爱好者和轻度内容创作者，我经常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文件。我的上一台电脑是一台 Windows 平台的主机，卖掉后留下了一些硬件资源，包括 1TB 的 SSD 和2个机械硬盘， 6TB 和 12TB。 由于 Mac Mini M4 的存储空间有限，我需要一个外部存储解决方案来扩展我的存储容量。方案选择在考虑如何利用这些闲置硬盘时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使用硬盘盒。市面上有许多双硬盘盒的方案，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。然而，便宜的硬盘和往往配备的电源适配器规格较低，我担心长期使用会对硬盘造成损害，而那些电源适配器规格和硬盘盒材质都较好的产品，价格又相对较高，感觉性价比不高。于是，我开始寻找其他替代方案，最终我决定自己组装一台简单的 NAS 设备。我在二手平台上购买了一块 N3160主板，价格仅为50元包邮，并且额外花了5元向卖家讨要了一条 8GB 的 DDR3 内存，加上家里闲置的 300W 机箱电源，一台简单的 NAS 就这样组成了。组装这台 NAS 的过程相对简单，首先我将主板安装到上代的旧机箱中，并连接好上代电脑上闲置的 300W 电源，将 8GB 的内存插入主板的内存插槽中。接下来呢，我将2个机械硬盘 6TB 和 12TB 连接到主板的 SATA 接口上，最后我安装了开源的 FreeNAS 操作系统，以便通过网络访问和管理这些硬盘。为什么不用现在国内特别火的那款系统呢？因为见过太多的推广文章和视频了，加上这系统目前还没有盈利渠道，这些因素对于隐私保护来说是不太可靠的。加上我也挺反感在同类内容下总见到有账号说其他系统不如 XX 等言论，哪怕是在这个系统没火之前就已经出现了，更加让我坚定的不去选择那个系统。优缺点分析。优点1，经济实惠，整个 DIY NAS 的成本非常低，主板和内存总共只花费了55元。哪怕你再去买个二手靠谱电源和二手机箱，总成本远低于购买一个高质量的硬盘盒，还能享受 NAS 系统带来的便利。2，充分利用闲置资源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我充分利用了家里闲置的硬盘和电源，避免了资源的浪费。3，灵活性高， DIY NAS 的配置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灵活调整。例如，我可以随时更换或添加硬盘，升级内存或主板等。缺点1，主板的性能相对较低，可能无法满足高负载的应用场景，如多用户同时访问、视频转码或高带宽的数据传输。当然，我这边不需要用到这些，所以并不影响。2，维护成本， DIY NAS 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来进行维护和故障排除。对于不熟悉硬件和网络存储的用户来说，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。3，外观和体积， DIY NAS 的外观和体积可能不如成品 NAS 设备那么精致和紧凑，占用空间较大。使用体验，在实际使用中，这台 DIY NAS 基本满足了我的需求。通过网络，我可以方便的访问和管理存储在硬盘上的文件。对于日常的文件备份、媒体播放和轻度数据处理，这台 NAS 表现得相当不错。2块硬盘日常工作于 30W 功率，属于能够接受的范围。结论呢？总的来说，这台 DIY NAS 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存储解决方案，尤其适合预算有限且有一定技术基础的用户。通过充分利用闲置资源，我成功地扩展了 Mac Mini M4 的存储容量，满足了日常的数据存储需求。然而， DIY NAS 也存在一些性能和稳定性上的局限性，需要根据个人需求和使用场景进行权衡和改进。对于那些追求高性能和高稳定性的用户来说，购买成品 NAS 设备可能仍然是更好的选择。不知道你会选择哪种方案呢？不妨把你的独特见解分享到评论区，与大家一起探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忙点个赞，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，也欢迎关注我们。这里是思赞，分享数码前沿信息，偶尔写写测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